为30岁重庆酒吧的 DJ， 年收入10万元。女主人公郭芷涵23岁，湖北无业。来，有请2位。2位好，欢迎你们。孩子几个月了？差不多5个月吧。5个月哈。我们要照顾一下孕妇，来给她一张凳子坐着聊，好不好？谢谢。坐。小郭，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结不结婚这个孩子你都非要不可？是的。那是想要这个孩子，还是想留住这个男人？有些人可能会问了，这不就是奉子成婚，要挟别人吗？但是我觉得我的态度很坚决，就是他要不要我都会要。他要不要你都会要？对。在你的心里，可能你特别希望阿爽现在可以娶你，对吧？这要有一个名分。对。是吗？阿爽在小片里面说到了，说我家庭负担重，我不可以娶她。确实，我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因为之前虽然说这个职业拿出比别人可能多10份、20份之类的工资，但是做了这么多年下来，我还是没有积蓄。没有积蓄？钱去哪儿了？钱之前供我弟弟妹妹上大学。哦，你还供弟弟妹妹上大学？然后给家里盖了一栋房子，然后我是从遇到他过后，我才开始慢慢的攒了一点钱，但是也不多。但是这点钱要谈结婚的话，还不可能。我也不是什么那么现实的女孩，就是非要有房子、有什么有车。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幸福就好。幸福就好。对。那我就没弄清楚了，今天是为孩子而来，还是为婚姻而来？还是说我必须要有这个婚姻，才能有这个孩子？好乱。就是2个人能在一起是最好的，但是万一没有那个缘分，但是我还是自己会要这个孩子。小郭好像据我所知，家里面算是一个殷实之家，是吧？你们要结婚的话，家里面会有房子吗？家里有房子。如果说我现在跟他2个结婚了的话，也有人可能会以为我的家庭悬殊，他的家庭比较好，或者说是因为我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企图。如果说我住他家里去了，可能会有人说我是有预谋的一个男人啊，吃软饭的。小郭，据我所知，好像为这个你还要放弃学业是吧？本来可以读研究生的，对不对？对。就这个孩子，研究生也不读了，值吗？我觉得还年轻，还可以再读吗？可是还年轻，可以先读书再有家呀。但是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之前计划的。但是没想到这个事情发生了，我就也没心情去管那些了，我觉得。阿爽，我想知道，就是当你们知道她怀孕了，怎么去面对她家的老人？我就是不敢。去过吗？去过。后来有一次，我给他家给叔叔讲过。然后叔叔就一生气就没理我，没等我讲完，就没理我就走了。那你就赶紧负起责任，从他父母的角度想，赶紧负起责任，把我女儿娶回家不就好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面前，阿爽显得如此之犹豫？来，丘比特问卷。3位老师好，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因为没有当过父母，所以呢，对这孩子应该是没有感觉。今天呢，我作为一个心理专家，我委屈一下，我作为你那个孩子，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让我去死？有时候真的现实让我变得非常的无力，非常的无助，心有余而力不足。爸爸，刚才我听到了，你说你是一个好强的人，你难道连我都保护不了吗？实际上我也想保护，各方面的原因挺多的，比如说生下来了我要去养，还有你不愿意养我？不是不愿意养，就即使说生的话，我连你生小孩，现在生一个小孩不是2、3千块钱就能生的，可能
我不在乎，我只想活下来，和你们在一起。可是我很害怕，阿爽说我很害怕，儿子，我还有奶奶要养，还有你的姑姑、叔叔，说实话，他们需要我照顾。我家里确实需要我照顾的太多了，因为我30岁了，我这30年前我一直是在照顾家里。我也是你家中的一员。我也想在30年后照顾我自己的一个小家，可是可能是也许是今年非常的不是特别的顺，今年不是非常的好。对我而言的话，你一句话我的命就没了，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不顺。也许你现在来的不是时候，孩子。这是于老师的提问哈，阿来老师。现在孩子已经5个月了，你不觉得有点晚吗？男方，我知道你前面所有的那些家庭的原因、各种原因，包括也许你还不情愿走进这个婚姻，我都理解。但是这个决定你现在来做，如果不来参加节目，你打算几个月再做？7个月做？9个月做？那个时候还需要做吗？是他很早就做了决定，但是是我坚持。你为什么要坚持？可能身体方面有些，从小就身体很弱。去检查的时候，可能医生说不是很好。就是要珍惜这次机会，而且它也是一个意外。所以这个是你宁愿，他不跟你结婚，你也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原因。你怕错过这一次，一生都不能做母亲了，是吗？对，这是最主要原因。你跟男方沟通过吗？沟通过。男方怎么说？他也不是说坚决不要这个孩子，他就是说现在不能结婚，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男方，请问你啊，如果女方答应你，现在我可以把孩子拿掉，你会马上跟他登记吗？不会。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不结婚，并不一定跟这个孩子有关，它只是你的一个理由？我是想这1、2个月吧，然后能够通过我的各方面努力，能够赚到一笔钱呢，然后给家里做工作，然后能不能就说先把证拿了？我现在很怀疑你的用心，小伙子，你30的人了，你在夜店里工作也好几年了吧？你难道遇到小郭之前，你没有遇到别的女孩子，没跟人家好过吗？有，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职业都产生另一种看法啊，就是不想跟你好，不想跟你长久的好，对，就是跟你逢场作戏。你呢，正好最后2年前碰到这么一个死心塌地的、死心眼儿的姑娘，爱上你了，是吧？你觉得好，你刚才一再的，我也听你无意中强调，我爱她，是吧？那现在实际上姑娘家庭条件很好，不管她父母曾经反对你也好，不反对也好，人家现在不计较你了，他们有房子让你结婚，你也有收入，尽管你现在强调，哎呀，我有弟弟妹妹要供养他们上大学，家里穷怎么地，我觉得这都不是理由。如果你真的有爱情，真的认为以前的女孩子，我遇到的这些女孩子并不真的爱你，但是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个，你为什么不爱下去呢？你现在30了，你还要让这个女朋友等多少年？你刚才说再等1、2个月、1、2年你就能发一笔大财，你胡说八道。现在我认为男人靠女人条件好一点过日子也是可以的。万峰老师说，其实咱们不需要那个面子，过得好就行。不是，我认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要结婚。你想过要结婚，那现在人家已经这样，你为什么不跟人家结婚呢？我不是不敢负责任，我也你要是爱的话，你就应该大大方方领个结婚证嘛。我不看好这个小伙子，虽然我批评这个姑娘草率了、幼稚了、天真了，但是我现在恼火的是，你看这个男朋友，你究竟看上他哪一点了？他虽然在夜店工作，但是他很老实，他不是那种花花草草的人。他不是就是他不是一个花花草草的人。就说我敢这样说，我是在万花丛中过，可是片叶不沾身的一个人。我可以这样保证。你可以保证，我也不怀疑你的人品。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到现在，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自己该干什么了。他光想到自己，没想到别人。借口太多。他没想到对方是怎么考虑的。实际上，一想到有孩子，实际上我心里非常开心。因为我30岁了，我终于可以当爸爸了，我也很开心。你开心那就跟他结婚吧。你往前走吗？
阿爽，你觉得委屈吗？你看着我，你觉得委屈吗？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我非常委屈，因为他们不了解。如果说他们是生活在80后的一些人生活当中的压力、工作当中、家庭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如果说谁没压力？是你说说谁没有压力？我知道谁的压力，但是真的，当我无处去说的时候，阿爽，那你告诉我们大家，你是怕结婚？我不怕结婚。你不怕结婚？你怕当爸爸吗？我怕。你害怕当爸爸？你怕承担不起是吗？确实没准备好，因为在意料之外。我们本来是准备今年我自己赚钱供他读研究生，再加上因为他家庭的爸爸妈妈的反对，所以说我不知道该。那你再回答我们，如果他的父母没有阻力了，没有阻挠了，你会娶她吗？那我肯定会娶的。是吗？是的。如果他父母不阻挠，你一定会娶，是吗？对。今天女方的母亲来了，我们进入旁观者清。郭妈妈好，女儿好，是吧？是。心疼吗？心疼。她现在这种状况，你生气吗？这么小，可能人生规划完全变掉。怎么说呢？做了那个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很不容易的。我想他考上这个研究生以后，在哪这儿结婚，结果出了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愿意的。是不愿意要这个孩子，还是不愿意要他们俩好？不愿意要这个孩子。他们俩可以结婚吗？可以，没有到时间。什么时候到？考上研究生。可是女儿已经说了，我失去这个机会，我就再也不能做母亲了，也许。那我们还是听着，还是为女儿考虑吧。很无奈。是。好。小郭的选择一定还是要结婚，是吧？可是阿爽好像不太愿意，对不对？我不是不太愿意，是现在不可以。我只是想等我找个时间，找个机会，能给他的爸爸说一说，给一个机会。你不是说要跟叔叔说清楚吗？叔叔没来，阿姨来了，一样可以说。好，来，黄金60秒。阿婶，这60秒钟不要跟这个姑娘说，按你自己的说法，不是最大的障碍来自她的父亲吗？母亲可以做代表，来，你跟你未来的丈母娘说。跟子涵在一起2年多，我都是一心一意的想跟他成个家。我不希望你们认为我是有心机，我希望在以后的当中，我也有这个能力，让子涵生活的幸福。好，时间到。妈妈，你这60秒想说什么？请告诉他。阿爽，只要你爱子涵，你提出的问题，你的经济条件，这都不成问题。只要你爱子涵，你们幸福，能够在一起，我们会帮你的，我祝福你们。哇，好了，妈妈的障碍也没有，回去吧，请回转门，一会儿要做选。再一次回到了他们进场的原点。当这扇门打开的时候，阿爽和小郭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来，请关门。阿爽所说的一切是一个借口，是不负责任的借口，还是发自内心的作为一个男子汉所谓面子和尊严的一个考量的最终结果？他们是牵手走向订婚，开始幸福的生活，
还是阿爽连一个基本的承诺都不给，孤零零的扔下小郭一人？请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他们会订婚还是分手？请选择。好，选择分手的现场观众朋友是37.5%。在现实生活中，这对情侣的真实选择是什么呢？一起倒数5秒，来，让我们一起来，5、4、3、2、1，请开门。5、4、3、2、1，请开门。真是爱。